你觉得小朋友爱吃糖果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吃饭啊，所以那种不吃饭的，我今天不能偷开在手上，因为他们看到的东西就是体重减轻啊。说实在的啦，饭真的是导致我们变胖的关键吗？很难讲，因为饭它放在肌肉里，肌肉里面的能量叫做肝糖，肝糖会带水。所以体重会比较重，因为什么？因为肌肉里的能量帮你抓住水啦，身体的代谢好，所以你体重会很轻吗？没盖轻。可是你健不健康？你有没有活力？有活力啊。可是有一些人减肥、减重比赛最常做什么事情？看体重。它有管理功能，好不好吗？所以叫你不要吃饭最快啊，因为可以脱水，里面没有能量，没有人抓住水，垮开，熊喝垮，就觉得哦，我10天减重多少？其实那很可怕呢。那种减重减很快的，很多时候用一类呢，都不会比较健康啊。那种最常见的做什么？你刚刚讲的吃菜吃肉而已，因为可以脱水，可是它可能就会胀气，它就会有一些不舒服。所以我非常反对这种减肥方式，因为他没有在管人家生活品质，他只是看你最后数据拿来就是让自己可以广告。我觉得这样都是拿消费者健康在开玩笑。如果你以平均体重的状况来讲，以男性跟女性平均来看的话，女生希望每天至少1200大卡，男生希望至少1600大卡。可是我是以平均体重来看，普罗大众的状况来看，可是实际上会因为体重高低有明显落差，会因为身体组成有明显落差。比方说我肌肉量就是相对比较高，我就会比跟我同体重的女生比起来，我的热量需求是比我跟我同体重可能多个200大卡。你问如果要最简单直接讲，我会说女生起跳1200，男生起跳1600。家族聚会的时候比较容易被问到的，会不会问到一些儿童的小朋友长高啊，爱甲疼啊？你觉得小朋友爱吃糖果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去购物嘞，影响他的大脑会怎么影响？会好动，喊鸣，会脾气不好。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分几件事情去讲，因为其实小朋友本身可以吃原型食物，尽量让小朋友吃原型食物会比较好。伊要吃甜甜的物件，你才最够回家。他要正常要吃饭，你煮饭给他吃，同时有菜、有纤维、有淀粉的东西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小朋友的结构比我们还要小很多，他的身体循环代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你给他吃糖果进去，他的血糖会突然间冲很高。血糖突然间冲很高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突然间被装了什么电池一样 ，K 感。他怎么那么有活力？按你招来招去，一直谁亮，一直讲话，可是等一下就断电了。糖果吃太多就是过动的原因之一。你会发现现今你们看到非常多的小朋友，怎么常常都听到说这个也有过动，那个也有过动，跟以前的年代比，为什么现在的过动的好发比率越来越高？超商糖果普及率那么高，小朋友现在送安亲班，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管，老师每个小孩管得到吗？管不到。最快的做法是什么？他们手上就有 iCash， 他们手上就有零钱。下课要去补习班、去安亲班前做什么？自己去买面包，自己去买糖果，喝饮料也有啦。这些都是小朋友会做的行为啊。这些精制糖就是让他血糖不稳定很大的关键之一。那当他们血糖不稳定的时候，他的情绪就会变成躁动，而且你们会发现，过动的小朋友的状况不是按那招来招去还有一件事情是情绪管理的问题，他会要么就很生气，就是要什么就是要拿到什么。会很执着，要不然的话就跟你避冰，然后就躺在地板。这种东西其实跟现在过度方便的精制糖的文化有关系。小朋友的糖，在他正餐好好吃饭、好好吃面、正常吃水果一定够，不要特别去为小朋友准备糖果这件事，这是第一点。因为你给他太多的糖，他的血糖震荡太快，他的情绪不稳定，专注力不好，他的情绪会过度躁动，这对脑神经发展是不好的，因为它会形成一个回馈奖赏机制，他就是拿到糖果的时候很兴奋，可是给你半个小时、1个小时，等下就断电了，这个对学习是绝对没有好事的。第二件事情是，非常多的糖果里面都有人工色素。人工色素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高几率去创造它过动的肠道菌相。这些色素你看好像以为它没什么，可是很抱歉，它会形成菌虫的异常生态，而这个菌相会让他的情绪会变得很不稳定，他的神经发展会出问题。所以糖果有2个问题，一个就是过甜，它会形成血糖震荡的脑回路，这是不好的，这是没有办法延续性的专注跟思考还有解决问题，因为它会突然爆冲然后就断电。第二件事情是里面的色素会影响肠道菌相，所以不要给小朋友吃糖果。不要跟他们说你现在做什么事情，我等一下给你糖果，这个回馈机制是不好的。比较多是黄色色素，他在7岁、13岁的小朋友，有吃糖果的小朋友会比没有吃有色素的糖果的小朋友多3倍。对，目前确定的事情是黄色，其他的还没有被确切的探讨出来。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会直接泛称所有人工色素，能不碰就尽量不要碰，因为有一些东西只是研究还没有证实，可是你很难去归因说只有黄色会有问题。所以这个东西我就直接跟你们说，倍率有暴露跟没暴露就差3倍
这对他未来的学习、人际发展一定会有影响。因为一个很情绪化的小孩，人际关系绝对不可能会正常，10之8有在学校都会被霸凌，所以没有必要让小朋友承担这样的风险。那至于另外一个问题是，不同年龄层对糖分的需求这件事情来看，绝大多数人对于糖的需求都是在总热量的大约40% 左右，应该说40% 为基准，正负10%。可是每个人会因为他有没有糖尿病，会因为他的身体的体重，会因为他的肌肉量的一些比例，会有明显的落差。那至于钠量的摄取、钠量的需求这件事情，主要跟他有没有流汗有关。如果他的生活形态里是久坐的，是很安逸的，是完全没有在流汗的，他的钠量每天大概就落在1500到2300毫克这个范围内就够了。可是如果他自己的状况是属于他有在大量流汗，我们每小时都有可能去增加500到1000毫克额外的钠量的需求。所以有运动跟没有运动的人，有流汗跟没有流汗，反而是钠量落差最大的关键，而不完全是年纪。年纪跟钠量没有直接那么大的关系。我们要往下看一个东西叫关节炎，会不会其实大家很多时候都会去聊说，我关节不好，我有关节疼痛，我要补什么补什么这样的问题，会有听到这个。那你们比较常见去听到要补保护关节的东西是补什么？你们比较常听到的会是食物还是保健食品？保健食品的几率比较高，是不是？好 ，OK， 有听过葡萄糖胺对吧？UC2 胶原蛋白，还有吗？跟关节保养有关的。而且有没有发现关节保养的需求年纪越来越小了？还越年轻的就跟你说，我走路退的时候会痛呢，会有这个问题，有年纪越来越小的趋势哦。你那是欠运动。关于关节保养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些东西我是会推荐的，我是建议真的可以去保养。可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花大钱，因为其实关节保养的东西都不便宜，所以我希望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一块，因为这个应该会是很多人相聚的时候大家共同的话题。关节炎这件事情比较常见的引起疼痛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软骨本身就磨损，或者是有丧失。举例来说叫什么？你的膝关节那边的那个软骨被磨的空隙变小了，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结构丧失或软骨下重塑，这叫什么东西？你的关节那边，脊椎这边可能会有人说什么骨刺，那个就是有重塑的状况，它有异常组织的增生。因为当它们磨损受伤的时候，就像我们伤口要愈合，要不要长新的东西出来？它长新的出来，可是如果不是平滑的，它是不是就会产生新的拉力、新的破坏力？它长新的出来，可是没有长得很对称，就有点像长了蟹足肿的概念一样，它多生出一个东西了，它就有可能在活动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疼痛感。另外一个状况是渗出性滑膜炎，类似像这样的结构变化。举例来说，什么里面滑囊液不够了，所以磨损会痛，使用会痛，因为缓冲液没了。最常见关节疼痛，以关节本身结构的问题来看，会是这几个原因。那这时候我们就来想，那这几个原因我可不可以用保健食品的方式去做处理？我必须说，保健食品一定可以，它一定会有帮助，可是它的影响力坦白讲不大。